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斋。今天呢，就是久违的拍修车给大家看。如果是很久以前就知道我的观众呢，就会知道啦。我以前其实是在拍修车那方面比较多。今天呢，主要就带大家来看江湖上时常有一句话流传着的：二手的德国车买得起养不起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不用看，我就直接来修给你看，是不是二手的德系车真的是买得起养不起修不起。然后我也会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德系车维修方面的一些看法、一些建议，甚至还有一点的 tips 这个是我跟我投手讨教的，平常人的频道应该是不会跟你讲的。如果你最近是在考虑着德系车，就算不是今天的奥迪的话，无论 Mercedes、BM 这些 tips 这些招数其实都是可以通用的啦。如果你怕被 workshop 坑的话这个车主就需要知道可以自己做一点功课来预防。在这样非常有用的影片接下去之前，又要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顺手再来一个免费的订阅啦。订阅你按下去 YouTube 没有跟你收钱的，重点是你订阅了过后还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新车、二手车，甚至是拍给你看维修保养那方面的资讯。身为一个车主，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想知道的。这样子不要错过我之后更新的影片，就记得要先订阅。当然也可以先留言告诉我你想看的车。这样今天的这个 model 就是奥迪的 A5。奥迪 A5 可以讲奥迪本身就已经是不如 BM 不如 Merc 这样子。奥迪在马来西亚已经比较算是冷门一点点了。这个 A5 的车型在马来西亚应该是更加冷门没有错，因为它的定位非常奇特，它是一辆 Coupe Sedan。今天拍的这辆就是4个门的，不过它的门其实是 frameless 的，再加上它这个 fastback 的设计，所以它的定位就非常奇怪。偏运动又没有像传统的 Sedan 这么正式。 BM 和 Merc 也应该是没有相应的车型Merc 的话就是 CLA， 那个是4门的 Coupe， 不过那个空间就太小了。还有就是以前我记得 Merc 好像有一个叫 CLS 的，那个应该就跟这个 A5 是差不多一样的定位，比较 sport 的 Sedan。 BM 的话我就记得应该是没有啦，印象中有讲错的各位可以在下面留言补充一下的。这样其实今天这个奥迪 A5 车主他也是才买了这辆二手车不久，可以讲是买了隔几天就来预约要更换的东西，所以他这一次要更换的东西其实就蛮多下的，可以讲是算是大料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也可以先留言猜一下这些东西大概是要花多少钱brake 的 disc 包括皮盘这些，其实这整个可以算是 major service 了包括 absorber、铆钉等等这些，车主都要求一次过跟他换到完就对了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这一套东西一共要花多少钱。首先呢，我们就把车 jack 起来，从底下就可以发现到这个 drive shaft 这边的油渍简直是满这种德系车其实你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啦。如果你是买二手的，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油渍的。然后从底下看上去因为这个一般人看不到，车行也看不到，所以都是把 engine bay 尽量洗干净底下的这些部分这个就。不过其实德系车基本上过了100千过后它的这些漏油的问题就会比日系车也好来得更加的早出现包括它的这些 bushing 这些橡胶件它的老化也会比较快。这些 arm 的 bush 如果老化了的话，你就会听到一直会有一种很细微的铁磨铁的声音因为这些橡胶件老化了，它没有办法吸收震动，没有办法做一个缓冲的作用了。不过就有东西要称赞一下的，就是这些德系车它的 arm 的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是用 alloy 铝合金的，所以它的簧下重量会比较好，自然就可以带来更好的操控。而且你要知道alloy 是比较贵的材质其实不只是车脚方面engine bay 方面你从下面看上去同样也是非常多的油渍。而且这些已经不是讲油渍其实是油泥，可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也可能它很久以前就有漏油的问题，一直存在到现在包括这些白冰什么上面都会有这个油渍就发现到其实算是还蛮严重的。所以我们就一次过跟车主搞定到完。这个 disc 盘的话，车主就是换前面的 disc 盘其实是为什么要换？第一个首先就是你会感觉到你踩 brake 的时候车好像有点抖尤其是你速度快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的 brake 盘有点歪了，就是它的表面已经没有那么光滑了。不过通常有2种做法，如果你这个盘还算是很新的话，一般上会拿去车床给他们车过，不过车过了就会变薄一点嘛。如果还是会有异响会有抖动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换成新的啦。当然换掉的费用会高一点，车的话这个费用会节省一点，不过就没有办法确保完全根除掉这个抖动和异响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 drive shaft 当然也一次过处理掉啦，毕竟盘都拆下来了嘛，
肯定是一次过做完。这个 drive shaft 啊，它 service 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啦，毕竟它里面也是有油，所以你基本上拆出来啊，整个手就都是像我头手这么油的。打开这个非常大的后尾盖啊，这个就是 Audi A5 Sportback 它特别之处的地方。你讲它是 hatchback 吗？它的形状又不是 hatchback 哦，不过它的这个尾盖开启的方式却是连着你的整片玻璃一起上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肯定就需要 gas lift 了，不然这个后尾盖很重的嘞，大佬。尤其德系车玻璃就比人家厚一点的。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电池是放在它的后尾的这个 boot 里面，再来它的这个 spare 打压呢也是比较小，不是比较小条，非常非常小条的一个机工车的打压啦。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德系车啊，他们的 engine bay 太满，所以这个电池移来后面的空间又被压缩了，所以只可以给一条尺寸相对小条的 spare 打压。其实你从侧面看这个线条，我个人啦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也是属于真正的 fastback look 啊，并不是像 Vios 啊这样子。讲是讲 fastback 啦，不过你一开后尾的那个 boot 就露馅了啊。Vios 其实就是传统的sedan来的啦。这个7年前的 A5 啊，可以讲是 Sportback 的始祖，就算是上一代的 A5， 同样也是采用这样子的 Sportback 设计。你看今时今日的sedan啊，我可以讲啦，全部都是在学这个 A5 罢了的。来到 absorber 方面啊，我就有蛮多 tips 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这个 absorber 啊，我们就没有为车主换上奥迪原装的，而是选用 Sash 这个品牌。好，首先我先跟你讲这个品牌的来历啦，它就是 ZF 底下的一个子品牌来的。ZF 没有错，就是你非常熟悉的那个做压箱非常厉害的那个，包括 BM 啊用的也都是 ZF 的压箱。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要选择奥迪原装的嘞？这边就告诉大家一些，如果你不是修车行的人士啦，应该是不会了解的。首先呢，其实各个品牌啊，他们都会找人家帮他们代工，因为一辆车的零件非常多，不可能所有零件都由车厂的品牌本身自主生产、自主研发。先给大家看它这个原装的 absorber 啊，虽然是非常多油渍，不过还是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贴纸有奥迪的 logo， 旁边就是这个 Sash 的 logo， 所以没有错，奥迪呢它找的代工厂就是这个 Sash， 所以我们就直接为车主换上这个 Sash 的 absorber。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啦，只是讲你买 Sash 的可能价钱会便宜一点点，如果你硬要原装奥迪的也不是不可以，价钱比较贵又给到你一样的东西罢了吗？你有钱要怎样嘛可以？这个就是无论你是 Mercedes、BM 都好啊，你就可以看看个别的零件上面的这个贴纸上面啊，究竟是什么工厂来为这个 brand 代工的，你就可以跟那个出品 spare part 的厂直接购买这个 spare part 就好了啦，价钱方面是会省下不少的。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先介绍大家非常神奇的汽车脚垫 Dodomat。好像最近啊一直下雨，一般上如果你用的 Maggie 面，或者是讲像车主这样原装棉质的这个 carpet 啊，它们都会吸水。首先潮湿呢就会滋生细菌，再来啊有的时候还会发出一股发霉味。除了 carpet 本身会吸水之外啊，有时候甚至这个水分会渗透到这个车原装的地毯，这样子这个味道我可以讲80%是要跟到你卖车为止都清理不掉的啦。这个 Dodomat 的话，首先它的材质就是直接给你防水的，再来它还有特殊的设计，这个洞洞啊就可以锁着水分，清理起来也非常容易，只需要拆出来撕开甩干就搞定了。Dodomat 的重量也非常轻啦，比起清理 Maggie 面 carpet 的话，肯定是来得更加省力又省时。再来，我个人最喜欢 Dodomat 的一点就是它可以 customize 的设计和车身颜色搭配啊，美观方面就给人感觉这个 Dodomat 跟车简直就是天生搭配，原装这样子的。Dodomat 的材质也是非常耐磨啊，所以这个厂商呢也直接给你保价3年。我本身是没有听过 carpet 还可以有保价的，这个 after sales service 我给过。这样介绍了大家这么神奇的这个脚垫啊，当然它也是有在做 offer， 在2月1号、2月2号这2天啊，凡是通过我留言区或者说明栏的 link 去下单 Dodomat 的话，就可以直接享有18%的折扣，当然全息码包 free shipping 给你的。时间有限啊，有兴趣的各位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 offer。 Dodo, the new innovative car mat。这个呢就是它的 absorber mounting， 可以看到啊，很明显啊，旧的已经是几乎那个花纹都磨到没有了，这样子你的车哪里可以不震动嘞？它mounting都没有mounting的作用了嘛，轮子传上来 absorber 是震动的， absorber 再传到你 steering 去还是震动的，这样子这个 absorber 整套换完过后呢，抖动的问题就减少了，整个车辆的稳定性也会有所提升。
也不是讲提升啊，其实就是回归到它最原始的那个状态而已。现在只是讲它的这些操控啊，其实都不如它出厂的时候来的这么好了。这些通通都是因为橡胶部件的老化。就像我刚才讲的，包括这些ARM它们里面的这些 bushing 啊，这些橡胶零件，其实德系车啊就是水土不服啊。在马来西亚这种很炎热的市场，再加上他们的 engine bay 本身温度也是偏高的，这个就造成了他们的这种橡胶零件会比较快老化。还有这种螺丝啊，我投手讲也是会拉长的，所以呢，到了一个时间，其实也是需要更换的，是不是很神奇嘞？没有听过螺丝也要换的啊？然后这些原本漏油的部分，就大概烧给大家看 before after 啦，这个 after 的效果。漏油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换掉，再来就是把它清理干净。可以看到这个 dry shaft 现在都是吉拉吉拉了的啦，是那种亮亮啊，不是全部那种油泥那种硬的那种亮亮啊。奥迪在那个年代的设计语言啊，其实可以讲是真的不过时啊。就算到了现在啦，当然你不要去对比最新的奥迪的话，就这个 A5 现在的样子啊，你驾在路上并不会让人觉得是一款很老的车，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头灯的关系啊，奥迪啊名副其实的登场嘛。你看这个 A5 这个车头灯的样子啊，其实你可以发现到啊，很多 aftermarket 的那种改装的车灯啊，其实很大部分呢都会参考这个奥迪的车灯的形状的一些设计。其实不只是车头啦，等下我拍给大家看，车尾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 A5 啊，我个人觉得就车头来讲，它的美观第一有在，再来当然就是它的这个 logo 4个圈。其实你看很久以前奥迪就已经在玩这种非常大面积的水箱护罩了，日系的话是这几年才慢慢开始有这种趋势。车侧的话可以看到它是用 Pirelli P0 的大压，尺寸非常大非常薄。然后这个 rim 啊，奥迪我记得 Volkswagen 也是啦，他们都会把这个 nut rim 上面的螺丝遮盖掉，看起来应该就会比较美观吧。我个人是觉得无所谓啦，其实。然后车侧就如我跟大家讲到的，它是 Sportback 的这个设计。车顶的话，这个就是 Volkswagen 奥迪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之前有观众留言告诉过我啊，就是奥迪 Volkswagen 啊，他们这个车顶啊是一整片过的，就不像是普通车还需要那个胶条去遮盖掉那种焊接的痕迹。简单来讲呢，就是奥迪 Volkswagen 啊，它这种整体式的设计啊，它的这个强度就会更加高。你就想，如果你是另外焊一片钢板上去，毕竟它们都是分开的东西嘛，强度肯定是不如这种一体式的。车尾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啊，奥迪 A5 它的车尾并不会有很复杂的线条，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流行什么立体式的尾灯嘛。不过它这个尾灯里面的这个灯具线条啊，可以看呐，就是现在很多 aftermarket 的这个都会用奥迪的这个灯条的形状。不过这个 Signal 的这个 LED 啊就有点缩水啦，它是用一颗一颗来排列出来的，就没有那种 sequencer 啊，或者是讲一条 LED 灯带过的这样子的设计来的更加未来啦。不过7年前呢，给到你 LED 嘞，你还要嫌什么？这个push start啊，真的是多快鱼的功能啊，跟 Proton 的 Suprema S Brave 一样的，要先插了锁匙才按push start。不过内饰设计啦，整体来讲到现在看 OK 啦。当然你不要对比起现在最新的奥迪啦，你对比的话，当然又是伤感情了的。如果你只单单是在这个 A5 上面，它的设计都可以看到其实是还蛮不错的，都有很多这种雾银啊，再加上 Piano Black 的饰板，所以它看起来就不像是便宜车啦。不过你讲很豪华的那个氛围嘛，好像也还没有。内装的豪华设计啊，我只服马西利而已。不过我就有注意到啊，前门这个把手后面的这个饰板啊，跟后门的是不一样的。前门的是 carbon fiber， 我感觉就是车商自己另外 wrap 过了啦，可能是已经裂了还是这样子，这个我就不确定是不是奥迪的通病啦。我记得啦，这个 A5 应该是整装进口的，并不是 CKD， 所以它的 build quality 真的是有在啊。给大家听听这些按键的声音，都还是非常 solid 的。后座的话 ，Fastback 如果我跟你讲头部空间很大，肯定是骗你的啦。腿部空间其实也还好而已，看这个 A5 外形很大这样子，内部空间也还好，没有惊喜啦。然后这个后座中间拱起来的地方也是蛮大一块的，因为是 All-Wheel Drive。Dashboard 这边就有一个 Quattro 的字样，就是在告诉你，对，我是奥迪嘞 ，All-Wheel Drive 的，开玩笑。在维修完所有东西之后啊，我也有去试驾一下，确实跟刚开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还蛮不一样的。如果只是换了一个黑油，我就跟你讲到车好像会飞这样子，这个我肯定是骗你的。不过这个 A5 啊，毕竟它换了这样多的东西，所以呢，跟它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 before after 的感受是蛮明显的。你们是看不到，我就大概跟你们形容一下啦。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震动方面会少掉很多。其实这种碎碎的震动啊，都是来源于铆钉的部分。Engine mounting、absorber mounting 跟它换到完了，震动传到你的 steering 上面的就会少很多。
再来就是异响，那个铁磨铁的声音也有少掉了一点点。再来就是换了这个新的 absorber 过后啊，其实会对比之前来的更加 solid 一点。这辆 A5 刚开始来的时候，它在快一点过corner啊，就感觉它的好像有点软佩佩这样子的。过来一个 corner 还会左右摇一下这样子，有点坐船的感觉啊。虽然讲现在也不是换那种 aftermarket 的 absorber， 不过就一个全新的来讲，这个感受上面还是有蛮大的差别。不用讲是我相信是一个不懂车的人啊，你来做这个 before 跟 after 的感受，应该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出那个差异是蛮大的，这个才是一个奥迪应有的状态嘛。所以呢，我个人的建议啦，如果你是要买一辆这种可能二手的德系车来玩的话，你就必须一定要有现钱的准备着来做这些更换的动作。我觉得最好是准备一个整万块啦，因为德系车它并不像是日系车这样子，或者是国产车这样啊，买来出用啊，他们也可以担得住。德系车就比较娇贵，所以如果你在看这二手的话，尤其又有一定车龄的车哈，最好是要准备这一笔现钱啊，整万块嘞，运气好的话你就还有钱找你，运气不好选到没有那么美的车啊，几乎就是要出到完了的啦。这样都看到这里了，觉得你在这个影片有学到东西的话，记得要先给我一个订阅，顺手再来一个免费的赞啦！有什么想要看的车也都可以先留言告诉我。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我们下期影片见，拜。